你像有的公司，你可能对这个创始人就非常有信心，但是他也有可能做出一些非常错误的决策。也有的公司呢，你可能等它成功上市之后，然后你就可以安全的退出了。好多公司，在我完全退出股份之后，它又涨了4、5倍，你可能永远找不到那个最高点。所有的投资人，你都绕不开这3种情绪。有一句话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好，这个收我个人觉得这是不是做错了？放在这里，非常合适。其实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，也更像是结婚。投资人和创始团队，你要有认同，有默契。那你结婚前，你就要做好长期共同生活的准备，对不对？王总说退出的最高点很难把握，这个我充分认同啊。但如果说投资就像结婚，这个我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了。在我看来啊，投资可绝不是2口子结婚打算手牵手的过一辈子啊。事实上，投资方在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之后啊，肯定是要退出的，哪怕不是在所谓的最高点退出。哎，刘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是来参加今年的创投论剑了，明天回上海，我立刻就把那合同给你送过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啊。嗨，凯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没回来多久。你肯定在国外干什么不靠谱的事儿，被人撵回来的吧？没有，那国内的钱不能让你一个人挣了，形势一片大好，我肯定得回来。你回来不说一声？我是觉得得站稳脚跟，我才有脸跟你们联系。那现在脚跟站稳了吗？刚刚进入云山澄清。以后别给我说话啊！会后找你喝酒啊！我上个厕所啊，一会儿联系。好，什么情况？好，关于退出点的问题呢，我们就暂时先讨论到这里。下一个问题，投资到底是投赛道还是投赛手呢？我们想听一下王总跟曹总2位的观点，有请。我个人啊是投赛道的典型。我们飞虎资本啊，就是要先选择好赛道，然后把赛道里所有的企业都看一遍，投最好的，然后合并出售，获利退出。听起来很现实，也很冰冷，但是确实有效，而且是高效。那我可能就是投赛手的典型了。我觉得巴菲特说的很有道理。其实投资的本质投的就是人。投资当然是投人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投赛道里的人。就像查理芒格说的，投资成功的2个原则。原则1是要选择在鱼多的地方钓鱼。原则2是永远也不要忘记原则1。好，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，所以特地设计了一个互动环节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有什么样的观点，都可以起身跟我们台上的嘉宾进行交流互动。哟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，那边有一位女士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好，让我们现场朋友听一下那位女士的观点。你好，您的观点是投资到底是投赛道还是投赛手呢？我个人的观点，我觉得相对于赛道和赛手，更值得关注的是理想和愿景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呢，不管是投赛道还是投赛手，它都是一个伪命题。因为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是诞生在一个伟大的理想和愿景之上的。就比如我们都知道的，比尔盖茨创建微软的时候，他的理想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台电脑。所以我认为投资人应该更加专注理想和愿景，才能投出伟大的企业。我和这位女士有一些不同的观点。
我个人认为呢，理想和愿景这种东西还是太虚无缥缈了。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姓霍，霍连凯，刚从国外回来，目前担任云山长兴投资部行业2组的负责人。也希望今后能得到各位同仁的帮助，谢谢。言归正传啊，刚才王志毅王总说到了，投资就是投人，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。因为一个优秀的赛手本身就具有盘活整条赛道的能力，所以优秀的投资人就应该去投这样的赛手。我认为这个问题索罗斯的反身性总结得最为到位。人不可能准确地预测市场，更不可能盘活市场。作为市场的参与者，跟市场只能是互为影响的关系。所以，如果一个投资人等着赛手去盘活市场，那你们国外投资人的钱也太好赚了吧？抱歉，我真的回国时间很短，对于行业内的人士也不是特别熟悉，还没有请教这位女士怎么称呼，在哪家公司高就？我现在还没有在那家公司。没有公司，那您今天是怎么来到咱们论坛现场的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有另外一个证，就砍辣椒的那个。对不起，女士，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对不起，她是我太太。家属是不能进入会场的。你们的邀请函上也没有这样写啊。不是，要不然让她用我的证件行吗？不行，论坛是实名制，恐怕要请这位女士马上离场。那我也出去，我先送她回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哎呀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啊！好，我们继续把目光回到我们的论坛舞台上，继续我们今天的讨论环节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议题，我们要有请的是正和投资的袁总以及长信投资的朱总啊，有请二位。正想问你呢，你觉得我的观点怎么样？你要不想去看辣椒，你就在屋里歇一会儿，要不你就去做个 SPA。那你干嘛去啊？论坛没结束呢，我得回去啊。不是你吊着脸给谁看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？没有，你开心就好。什么叫我开心就好？那论坛本来就是各抒己见的地方，我也是学金融的，我怎么就不能发表我自己的观点？你那是6年前的观点。什么意思你？你就说我过时了吧？我是说投资市场千变万化，去年和今年的玩法都不一样，何况你已经离开6年了。我离开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呗？我可没这么说，你是有理想的人，而且你有摇滚精神，你要超越整个社会。你不用这么阴阳怪气儿的，我自己是谁，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。倒是你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你心里这么想我的呀。盛江川，你每天嘴上说一套，心里想一套，你累不累啊？我累，我每天在外边跟打仗似的，回来我还得捧着你哄着你，我能不累吗？你什么时候哄着我了？你的意思是你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你明白我糊涂，你让着我呢是吧？不是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你说。我让你收起你居高临下的优越感，起来！以后你都不用再哄着我。起来！哎，怎么了？不是你生什么气啊？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刚才那帅哥进去时间可不短。对呀，这都半小时了，前面的女孩不到5分钟就出来了。看来这哥们有戏啊！姐姐，你是来应聘什么职位的？是部门主管吗？实习生。你是应届毕业的？没规定必须是应届毕业吧？下一位。哎，哥们儿，面试情况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没什么问题。
你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吗？我看贵公司对实习生的要求是不需要工作经验。可是我们公司也没有毕业了6年还在做实习生的人。要知道，刚毕业的这6年对于职场人来说可是非常宝贵的6年。6年对谁来说都很宝贵。当然，如果贵公司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相信未来的6年我也会做得很好。那你先做下自我介绍。基本资料在个人简历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了，我就不再复述了。我觉得我这个人有4种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：观察能力、学习能力、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。你这对自我的评价可不低啊，有什么依据吗？我想大胆冒昧地猜测一下，贵公司在未来是不是有布局健康产业的计划？是不是有构建上下游一体的创新方向？你是在我们公司有什么熟人吗？没有，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，阅读了几篇贵公司合伙人最近的文章。我看有频繁地提到医疗数据、人工智能和个性化医疗的话题，所以我认为这代表了贵公司对健康产业的关注。那一体化方向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我看刚才的面试，男孩子时间长一点，女孩子短一点，形象好的时间长一点，形象普通的就短一点。当然了，不是说贵公司以貌取人。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，贵公司对频繁出差和外事接待的用人方面有大量的需求。好，我们对你的能力也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，我们会认真考虑的。好，谢谢。你俩这就算分居啦？你老公就一直住这屋呀？没有啊，从论坛回来以后就出差了，也没在家里。怪不得你那么没精打采的，是不是把他撵出来之后找不着台阶下呀？没事啦，哄男人很简单呐，我可以教你。我哄他干嘛呀？我在想我面试的事儿呢。我面试的时候，我觉得聊得非常好，是真的聊得挺好的，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？那就是没通过呗。哎，你不用太在意。我能不在意吗？就算没通过，是不是也应该打电话告诉我一下为什么呀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？职场对当了妈的女性她就是很不友善，所以我就说你赶紧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哄哄你老公，把老公当老板没什么不好的，省得在外面受气呀。妈妈，我渴了，我要喝水。我也渴了。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我要继续找。你们俩要喝什么呀？我要喝饮料。我也要喝饮料。不行，没有饮料，只有果汁。你有6年时间一直在家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放弃做全职妈妈而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呢？是做了这样的人生规划。既然你那么想工作，为什么之前在家待了6年时间？我想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，我觉得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。哎呀，你这还有这么小一女儿啊？有老人帮忙带吗？没有老人帮我带。那要经常出差呢？完全没问题，必要的出差能配合。我女儿自理能力很强的，她马上要上学前班了。看你的专业是没问题的，毕业学校也是响当当的，但问题是我们这行业的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。你作为母亲，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？如果是父亲，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你有这么长的空档期，有没有担心过自己无法再融入职场？不担心，我觉得这6年反而给我积蓄了力量，让我更渴望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。你觉着以你目前的情况呢，能不能适应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工作？我会用最快的时间去学习，完成知识更新，所以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。我知道，作为一个实习生来说，我年纪是有点大了。你这6年的空档期确实是个大问题。对，我有6年的空档期，我没有工作经验。我不觉得年龄是个障碍，我的个人生活肯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。你好，请问几位啊？2位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好。你帮我介绍那2家公司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帮我问问呀。
哦，对，我忘告诉你了，第一家呀，你面试完，人家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了，他们公司还是觉得你工作经验有一些欠缺。我又不是去面试经理，我去从实习生做起啊，我还要什么工作经验啊？说白了，肯定就是觉得我当了6年的全职妈妈，生活负担重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你说我要是一个男的，我去面试，我说我有孩子，他们也会这么想啊？所以人家也没明说呀，不了了之就是答案。公司有公司的难处，人家可是多1毛钱都不愿意花。再说了，你不介意当实习生，人家还担心你生2胎呢。2位里面请。就这种职场环境，还生什么2胎啊？我觉得以后连1胎也不敢生啊。女孩子我看就别学金融了，一进了金融圈，就不能生孩子，不能结婚。我再跟你说说第2家吧。第2家那个女面试官对你印象特别好，她特别想把你留下来。为了你的事儿，她还专门跟他们公司领导坐下来，好好的聊了聊。可最后还是他们领导那儿没过，主要问题就是出现在你这6年的空档期。空档期怎么啦？火车到站了，它也得停一下呀。这职场怎么就不能暂停一下？你觉得你就是按了一下暂停键，可职场不这么认为啊。对于职场来说，你就是选择了相夫教子的人生，相当于火车已经更换了轨道，它会默认你已经被淘汰，你今后的生活势必会向家庭倾斜，所以人家不愿意给你这个机会，不会把重要的岗位交给你。想到了全职妈妈重返职场难，但是没想到这么难啊。你找工作的事儿，你们家盛江川什么态度啊？他能不能给帮帮忙啊？他没有什么态度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当年我跟你说我做了这个决定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傻的？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呀？你就别说我了，就连导师怎么了？你忘了他来参加我婚礼了？他还说我有能力既实现自己的幸福，又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啊。你都已经决定的事情了，人家不恭喜你，还能说什么呀？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怎么说的我？也没怎么说，无非就是什么年少轻狂之类的呗。导师他挺喜欢你的，他就有点替你惋惜，觉得你可能还是太年轻了，根本不知道今后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就是说我作呗？你可不就是作呗？6年前找工作就挺难的了，现在更难。在很多人眼里，你这6年的经历是硬伤。懂了。但是我觉得每一种经历它都是财富啊，不管跟金融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，人的每一种经历都会使人成长，这每一分成长都是有价值的。当然了，人公司有人公司的立场，人家肯定不会觉得我带孩子这6年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价值。你能明白这些就好。那你后面是怎么打算的呢？还要继续找工作吗？必须找啊！我必须得让他们知道，全职妈妈重返职场是值得得到这样一个机会的。你笑什么呀？是不是？你说你有这么便利条件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待会儿你就问一下你们表妹，他们公司还招不招人了，或者让她帮我参谋一下也行。我发现你这人真是说风就是雨啊，咱就不能正常一点，慢慢来吗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改天呢，我把你俩约个下午茶，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啊。有多少事儿就毁在这个改天上了？择日不如撞日。我发现你这人可真是行，可是咱们俩在这电影院门口堵他，好奇怪啊！已经散场了，快盯住了，盯住了！哪个是你表妹？我可不认识她，快点！还行啊。我知道他最后没太明白。哎，来，哪一个？哎呀，你再看眼睛都瞎了你！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刚不是问你在哪儿吗？你告诉我在这看电影，我就过来堵你啦。给你介绍啊，这是我好朋友沈慧欣，这是我妹李小田。你好，沈慧欣。家好高啊！
看见没？远处那个船。哎呦，你办事儿太有效率了。看见了。行啊。是白色的。哦，那行，我跟他说。哎，挂了啊。你表妹。啊，她怎么说啊？他说他们公司新来一个上司，正好在招人。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，明天去试试。我感兴趣啊。可是他还让我跟你说，别抱太大希望。哦，没关系的，有机会就是好的。谢谢啊。不用客气。替我谢谢你表妹。糖糖，糖糖，待会儿咱们还有网课要上，快走了走了，先回家。宝贝，过来送送糖糖，下回再来玩啊。我们下次再约。拜拜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宝贝，下回再来玩啊！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我是来面试的。好的，您请跟我来，这边请。董总，面试间李总占用了，我想在这儿面试个人，方便吗？谢谢。霍总，人来了。也还没有请教，这位女士怎么称呼，在哪家公司高就？我现在还没有在那家公司。怎么是你？你叫沈慧清啊？你好，霍总。这金融圈还真是小啊！小啊！我刚才说这怎么这论坛上没编够，跑到这儿来跟我一决高下？不是，讨论。坐。好。哎呀，那天江川到会场里把你领走，我才知道你们是两口子。不好意思啊。江川回去跟你说了吧，我们俩是大学时期上下铺的好兄弟。但后来一毕业呢，我就到国外去生活了。所以你们恋爱呀、结婚这些我都没赶上。说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过来面试，怎么江川不跟我打个招呼啊？他不知道。他不让你来我们公司啊？这都什么时代了，怎么还干涉老婆自由呢？回头我说说他。他干涉也没有用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当然了，你也不用因为他照顾我。好，那我们不说他，言归正传。你这次是李小田李总介绍来的，你们是同学？不是。朋友？也不算是。你6年都没有工作啊？这6年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呢。川都当爹了，男孩女孩？女儿叫盛唐。女儿好，还是女儿好。哎呀，儿子没用，儿子抚养起来太麻烦，长大了找工作呀、成家呀，这些都是事儿。要一不小心当个金融男，每天加班啊、出差啊，累死了。男孩女孩都一样，不管男孩女孩都得靠自己奋斗。是的，我是觉着孩子现在岁数还小嘛。正是需要妈妈陪伴的时候，你真的放心离开她出来工作吗？我觉得我女儿需要我24小时贴身陪伴的那6年已经过去了，因为她现在要上学前班了嘛，那她也要融入她自己的小集体，她要学会社交，所以我认为她现在更需要一个独立、自信、受人尊重，总之就是很酷、很有力量的妈妈作为榜样吧。挺好，你想做一个很酷、很有力量的妈妈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愿景，特别好。我们也不算是外人，我直话直说。我这个部门呢，刚刚成立不久，前期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工作也是特别辛苦的。我是比较担心你啊，再苦的妈妈也很难去兼备着孩子的生活和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吧。那如果是爸爸呢？如果今天坐在这儿的是盛江川，你也有这个顾虑吗？
这属于怎么说呢？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问题吧。这个我个人是比较，我还是赞成，就是说男性和女性都得有一个自己的领域。再好的赛手呢，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再好的赛手，他也得进入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赛道，才能体现出他真正的价值。如果光是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和愿景，是不够的。我是觉得，首先得有美好的理想和愿景，才能够确定哪条赛道是属于自己的。我觉得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吧？没有关系，绝对没有关系啊！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对女性是非常尊重的，男女平等这一块我意识也很强。其实我也不是只担心你作为母亲这个身份，我个人呢，因为刚刚从国外回来不久，你也没有国内的工作经验，这就相当于是咱们俩的短板碰到了一起。那今后在工作当中，这个工作效率是令人堪忧的。霍总，我觉得经验的短板可以通过高效的努力迅速解决，而且我认为当了妈妈这件事儿，不见得是职场劣势，我觉得它也可能是职场优势呢，对吧？因为我想成为我孩子的榜样，所以它让我努力工作变得有意义。那对一个职场女性来说，这难道不是最强的工作动力吗？对吧？当然了，你有这些言论，我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毕竟你跟盛江川是那么好的朋友。谢谢你今天给我这个面试的机会，咱俩回见。打扰了，董总。咱们部门是不是缺一个助理？是吗？那我跟 HR 说一声，让他们安排几个人给您挑挑。不用麻烦，这不是有现成的吗？就他了，不用面试了。你去跟 HR 说一声，如果霍总那边不要，就到我们部门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去追他。